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超美丽的郁金香曲奇。郁金香是用草莓做的，尽量选择品相比较好的草莓。草莓去蒂千万不能切得太多，只要刚刚好，把下面硬的部分切掉就可以了。一定要保留两边的弧形，然后像视频所演示的这样，顶部先切掉一点点，然后用刀刻出一个 W 的形状。接着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成大约1毫米厚的薄片。现在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把底部切得太多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底部切掉太多的话，是一个三角形，下面是尖角，而非漂亮的弧形。这样一对比就很明显，底部是尖角的郁金香，看起来就非常的生硬。为了做出来的郁金香曲奇比较好看，一颗草莓我们只取4片，剩余的部分直接吃掉就好啦。切好的草莓片排放在铺了烘焙纸的烤盘上。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100°C先烤20分钟。出炉以后，可以再用厨房纸巾吸去多余的水分。72克已经室温软化了的黄油，加入30克的糖粉和1克的盐，不用打发，把它们拌匀即可。分2次加入20克的全蛋液，每一次都要彻底拌匀以后才加入下一次。筛入120克的低筋面粉和15克的杏仁粉，继续用橡皮刮刀拌至没有干粉的状态，饼干面团就完成了。面团的上下分别铺烘焙纸，擀成3毫米厚的薄片，接着用直径为6.5厘米的模具刻出饼干的形状。这个时候的面团其实很软，拿起来的话会变形破裂，所以我们把它送进冰箱冷藏20分钟以后就非常好操作了。把饼干胚铺在垫了烤垫或是烘焙纸的烤盘上，剩余的边角料呢，可以再次塑形，重复之前的步骤。这个配方一共可以做18片这样的曲奇。现在把草莓片转移到饼干胚上，叶子的部分我用的是新鲜的迷迭香，如果你没有迷迭香，也可以用黄瓜皮来代替，这个完全可以自由发挥。看着有没有心生欢喜？现在就可以把它们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150°C烤15分钟。出炉以后依然是非常的貌美。其实烤的时候，如果在上面覆盖烘焙纸的话，烤出来的颜色会更好看。但是我希望尽可能的把草莓片烤得干一些，这样会比较易于保存，所以我并没有在上面覆盖烘焙纸。真的好好看，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，而且除了貌美，饼干也是非常好吃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